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好家伙，孟海才播14集高湖预警人生之路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当下热度最高的上星剧是哪一部？那自然是央视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。顶流小生肖战担任男主，想不爆都难。该剧自从开播收视一骑绝尘，力压公诉、赵亮你等当下其他热播剧。而眼下剧情更新到14集，主人公肖春生进入部队后所经历的各种考验。先是在路边遇上犯罪团伙抢劫，受伤住院，随后又与警方合作，将罪犯同伙一网打尽。短短的新兵期间，过得比大部分人的人生都精彩纷呈。看得出这部剧的节奏很紧凑，矛盾冲突一个接着一个，但回顾以往的剧情和演员演技，会发现这部剧越来越有人生之路那味儿了，口碑也开始下滑。这是高湖预警了？难道年代剧的老毛病又犯了？还记得在人生之路热播期间，剧情就没少遭到观众吐槽。男主高加林前妻与刘巧珍在一起恩恩爱爱，跑到城里工作后又与女二黄亚萍纠缠不清。你爱我，我爱他的这种三角恋关系，简直就是狗血偶像剧的标配了。而这部《梦中的那片海》里，男主肖春生虽然没有劈腿，但也是同时被2个女人爱着。更离谱的是，这部剧里男主与男二还是情敌关系，2人都喜欢贺红玲这个女二。前妻肖春生明知道好兄弟喜欢贺红玲，还是相中了对方。后期肖春生与贺红玲在一起后，叶国华也没说将感情隐藏起来。看到2人见义勇为后受伤，怒气冲冲地质问兄弟为什么没保护好他，没事还总往女二身边凑，没有分寸感。好一个塑料兄弟情，复杂又混乱的感情线就占据了不少戏份。表面上是年代剧，其实也是披着年代外衣的偶像剧罢了。而且作为年代剧，服装质感与场景细节都需要考虑到。人生之路就因为角色穿的衣服太过干净崭新而被质疑没有年代感。明明高加林家里贫困，一件衣服穿了好久，可上面没起球，没磨损，合理吗？到了梦中的那片海也没什么进步，路边街道干净的不像是那个时代的地方，连柱子都好像是为了拍摄特意搭建的，而且像是刚刚刷过油漆。总之就是一眼假。每个角色骑着的自行车也全都跟新买的一样，上面别说划痕，车轱辘连灰尘都没有。合着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就是道具，平时根本不会使用呗。不光服化到拉胯，连演员也没找对，让年代剧里出现科技脸。比如赵小慧这个角色，凹式大双眼皮配上又尖又挺的鼻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拍情景小短剧的女网红呢。还有老戏骨吴刚的儿子吴岳阳，同样是大双眼皮和肿肿脸，怎么看怎么出戏。可以说，年代剧最重要的就是细节到位，剧情到位，能将观众拉回到那个时代，引起代入感。但梦中的那片海剧情俗套且服化到不在线，实在让人失望。不过最出戏的还是剧中的女主李沁，继人生之路后又在梦中的那片海里演技拖后腿了。近2年来，大部分流量明星都渴望进入正剧实现转型，李沁也不例外。人生之路里，她饰演女主刘巧珍，这是个淳朴的农村姑娘。为了贴合角色，李沁可谓是煞费苦心，将小脸涂黑，还的是全村最黑，在黄土地里干了几10年的父亲都没她肤色深，搭配一头泰迪卷毛发型，震惊我全家。而且李沁演一场戏用的力气，估计也是别人的好几倍，咬着后槽牙念台词，小嘴一撅，整张脸都开始五官乱飞，越看越奇怪，以至于这部剧播出后，她的路人缘直线下滑。到了梦中的那片海中，李沁从用力过猛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，演戏没有灵魂。她饰演的童小梅是个内敛的大家闺秀，可也不是个木头人啊。大部分镜头里都是面无表情，在喜欢的男主面前，也只会瞪着眼睛，毫无感情地看着对方。有一幕是肖春生因为要入舞台惊喜，让童小梅掐自己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做梦。
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哪怕是隔着衣服掐一下，应该也是内心既欣喜又隐忍吧。再看李沁，跟灵魂出走了似的，好好的一场戏演得僵硬无比，怎么就不能把上劲的刘巧珍和没有精气神的童小梅互相匀一下呢？但唯一不变的还是李沁的老毛病，念台词咬字别扭。当他一说话，眼神是那么呆滞无神，且嘴唇子兜得使上全劲儿，恨不得从脸上掉下来。似乎上半张脸与下半张脸各忙各的，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离谱的表演方式。当童小梅提前恭喜肖春生能够当兵入伍，就是很平常自然的场景，根本不需要太用力的表现。李沁还是撅着嘴，全程都似乎很紧张，满屏都是表演痕迹。还有一点也是硬伤，那就是李沁的烤瓷牙，粒粒分明且又白又亮，在现代剧里画个白净一点的妆容并不明显，到了年代剧没有美白滤镜的加持，大白牙就太突兀了，笑起来还有种最包不住牙齿的感觉。看来年轻女演员还是别执着于那些直角肩、烤瓷牙，不光限制戏路，而且一旦接下年代正剧，不加分的同时，反倒是减分了。而且李沁在拍摄这2部年代剧时还被转亚戏，从拍摄时间来看，《人生之路》是去年2022年3月至9月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则是2022年2月到6月，这期间重叠好几个月，也不算是空穴来风。无论消息是否属实，李沁2部都演得拉胯，还是有目共睹的，不知道给多少想要转型的小花敲响了一个警钟。年代剧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，似乎都想成为下一部父母爱情或者人世间，成为热度与口碑双丰收的好剧。但好剧的标准太高了，接连几部央视年代剧翻车，《人生之路》后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也暴露了一些问题，从剧情、服化到女主演技，皆让口碑有所影响。幸好这部剧才更新14集，期待后续能有所好转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